人民海军成立73周年，海军发布多条宣传片，超燃画面体现海军怎样的发展方向？以第4代装备为引领，第3代装备为主体的现代化装备体系正在形成。航母2栖攻击舰、船坞登陆舰、055大驱等半吨级巨舰接连服役，海军新质战力有哪些突破？3艘055大驱同框演练，最强带刀侍卫有怎样看家本领055上垂直发射单元有112个，能够按照任务的不同，灵活选择弹药配载方式，实现攻防兼备。0752栖攻击舰众多细节曝光，为何说是岛屿夺环利器？我们看到075型的这个2栖攻击舰上呢，仅就是飞行甲板上就是就有5个直升机的起降点，就是5架直升机可以同时的起降。美再派军舰过航台湾海峡，鼓吹加大对台军售力度，蓄意破坏台海稳定。台防务部门破天荒对美售台武器清单说不，背后有哪些隐情？还是想要钱，就是说管台湾当局要保护费。在4月28号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在谈到人民海军取得的成就时，不仅提到备战打仗能力更加过硬，还指出转型建设不断取得突破。新质作战力量建设提质增速，以舰载机飞行人才和航母指挥人才等为代表的新型人才方阵崛起壮大，以第4代装备为引领，第3代装备为主体的现代化装备体系正在形成。日前，作为海军第4代驱逐舰的055型半吨大驱3舰同框尤为引发关注。拉萨舰、鞍山舰、无锡舰在黄海海域同步展开实弹实战演练。这些万吨级的这个作战舰艇都是新建造的，说明我们新型的装备、信息化的装备呢也在快速的增加和发展。因为海军战略现在已经从近海防御改变到近海防御、远海护卫。既然你要出远海，那显然这个吨位大的舰艇、作战性能强的舰艇和这种信息化程度高的舰艇，就更有利于完成这样的任务。在演练中，主副炮连续开火，海面、岸上、空中的多批次目标被顺利摧毁。我们紧贴舰艇未来作战任务，紧盯新质战能力生成的重点难点，突出实战背景，立足复杂环境，努力提升平台整体作战水平。分析指出，这次演练具有很强的实战性。虽然现代战争注重超视距作战，舰艇主副炮仍旧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比如主炮对海面的某些目标，对岸上比如说这个抢滩登陆2栖部队登陆的时候，对这个敌方岸上目标的一些精确的打击，也是对登陆部队的一个支援。副炮咱们大多数看的是那种就是一个转管打的，就是这个射速很高的那种炮那种炮一般来说是作为反导用，比如说防空导弹拦截不掉的话，那么最后就凭这个副炮，因为它是30毫米口径的炮，要么是这个7管，要么11管，加特林转管炮，它转着打，然后每分钟好几千发弹，打出一个弹幕来，然后把对方的导弹拦截掉。3艘055型万吨大驱同框画面彰显人民海军不断强大，让国人振奋。据公开报道显示，目前已经有5艘055型驱逐舰入列人民海军。那么055型导弹驱逐舰都有哪些杀手锏呢？如何充当航母编队最强带刀侍卫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硬件条件。055的满载排水量达到约1.2万吨，相当于2艘052C 满载排水量之和。从外形上看，055的设计可以说是非常现代化，大量雷达和电子设备集成于桅杆，使得全舰显得异常简洁，能够显著降低雷达反射截面积，大幅提升隐身性能。所以055尽管看起来舰体庞大，其隐身性能却超过了比它小一圈的052型驱逐舰。而大吨位给055带来诸多好处，可以装备更多的防空、反导、反舰、反潜武器，整艘舰的综合作战火力可以说相当强大。
从之前公开的画面可以看到，055上垂直发射单元有112个，使用的是一款通用的大口径垂直发射装置，并且实现了冷热共架发射，可以根据需要任意装载多种尺寸、多种用途以及冷热2种发射方式的导弹，能够按照任务的不同，灵活选择弹药配载方式，实现攻防兼备。值得注意的是，垂直发射单元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驱逐舰的战力强弱。以防空作战来推演，如果对手出动一个4栖编队，每机携带2发反舰导弹实施空中突袭，考虑到在实战中不可能以1:1的比例发射拦截弹，针对每一枚来袭导弹都要发射多枚拦截弹。要想同时拦截这8枚导弹，起码要发射20-30枚拦截弹。那这样算的话，只安装有64个垂发单元的驱逐舰，可能2个波次下来，弹药就打光了。而055则可以抵挡4到5波次的攻击，有着更强的编队防空能力，能够为编队撑起有力的防空保护伞。除此之外，055还装备有先进的声纳系统、火箭升弹装置以及双机库，飞行甲板也更宽更长，能够更好地支持舰载直升机的起降。因此，055的综合反潜能力，特别是远程航空反潜能力，是目前海军驱护舰里面最强的，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流水平。尤为值得指出的是，055还拥有世界先进的指挥、通联和传感器系统，拥有非常强大的对空监视、空行保障和通联引导能力。如果将055编入航母编队中，能够作为防空指挥舰，为航空母舰分担很大的指挥压力。比如在防空作战时，可以及时接收其他舰只和飞机发来的信息，并且迅速告知其他舰机该去哪里和该干什么，充当编队中最强大脑的角色。从官方媒体报道的情况来看，各艘055官兵接装之后，接连出海展开高强度操练，已经快速形成战斗力，成为人民海军心智战斗力。日前，中国海军官方媒体矩阵还发布了一个海军5大兵种宣传片，多艘055型驱逐舰共同亮相水面舰艇板块。画面中还出现了使用通用垂发系统进行导弹冷发射的镜头。分析指出，从外形来看，这枚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助推器、双锥体弹头气动布局，中部还有控制小翼，是比较典型的高超音速导弹的外形特征。如果被证实，无疑将极大提升055型驱逐舰的作战能力。高超音速武器最大的这个优势就是说很快，快到就是说对方的探测系统无法探测到，或者能探测到无法连续的跟踪，更无法对它进行一个有效的拦截。就所谓俗话说的“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只要这个弹打出来，基本上对它是没有一个有效的拦截。目前，人民海军拥有的万吨级作战舰艇，除了055型驱逐舰以外，还有航母071型船坞登陆舰、075型两栖攻击舰。其中，075型两栖攻击舰是最新型的，首舰海南舰去年4月服役，第2艘广西舰则在近期才服役。这2艘舰极大地提升了海军两栖作战能力。此前，071型船坞登陆舰井冈山舰、长白山舰、五指山舰等几座大山是海军两栖登陆的代表。解放军报3月曾发表一篇文章，一位两栖攻击舰舰长的梦想航迹。曾担任五指山舰舰长的吕永军，现已经担任海南舰舰长。吕永军指出，五指山舰排水量超2万吨，身躯已经非常大了，但在海南舰面前却只能算个小弟。从外观上来看，海南舰约有15层楼高，和山东舰、辽宁舰航母的高度几乎一致。甲板采用紧凑型的编导式布局，最大限度地提高了甲板的作业面积。直通甲板面积相当于20个标准篮球场，可以同时起降多架舰载直升机。我们看到075型的这个两栖攻击舰上呢，仅仅就是飞行甲板上就是这个就有5个直升机的起降点，就是5架直升机可以同时的起降，况且它下面还有这个机库里边还可以放更多的这个直升机，所以一旦在执行两栖任务的时候，它的直升机的起降的这个架次要比这个071型的要起码翻番再有呢，就是它的吨位也比071型的要大，它底下的这个物舱呢，打开以后它肯定装的这种
就是气垫船，还有2栖坦克、2栖装甲车的数量也一定比071型的这个船坞登陆舰要多。解放军报此前还发表2栖攻击舰为啥这么火的文章，指出2栖攻击舰与船坞登陆舰、坦克登陆舰等相比优势明显，对登陆部队和装备的运输更为集中、经济、高效，防护能力也更全面。在今后的海上作战中，可以和驱护舰组成2栖突击编队，对目标地域实施突然打击，开辟登陆场；也可以和登陆舰、船坞运输舰等组成大型输送编队，实施成舰制战略支援投送；还可以编入航母编队，执行战役级作战任务或长期在前沿部署。2栖攻击舰比较火，就是说它是可以形成一个立体的、垂直的，就是多维度的一个登陆，啊，比如说2栖攻击舰拉出去，它这个上边的直升机可以把人员带到岸边去击降，然后这个它后边的船坞还可以放出快艇和这个气垫船，也可以从水上登陆。所以这种2栖攻击舰今后随着它入役数量越来越多，将会大大提高解放军的这个综合的立体的抢滩登陆能力。在国防部4月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大校表示，党的18大以来，人民海军各项建设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其中就包括备战打仗能力更加过硬。请教一下张先生，您是怎么看人民海军的发展的？18大以来呢，应该说海军的建设确实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这样的成就。那无论是在这个装备建设啊，还有这个人才队伍建设啊，包括训练啊，以及对外交往啊，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振奋的这种成就。那么其中呢，就是备战打仗，应该说是海军建设的一个关键的领域。那么它也取得了让我们大家感到非常振奋的一些成就。那么主要呢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呢，就是海军的整个训练体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它的这个体系化啊，或者说这个联合化这种训练水平和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啊。目前呢，海军和其他军种的联合训练，海军内部各兵种之间的这种训练已经成为常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些重点领域的训练，它的实战化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像这个海上机动作战能力反潜、防空这样的一些作战能力，实际上是它的最核心的一些要素。那么这些年，应该说海军抓住这些重点的领域开展训练，我们整体的作战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第三个突出的方面，我觉得就是远海的这个作战能力它也是在不断的提高的我们的航母我们的大型驱护舰编队在远海进行训练的规模和它的频率已经大大的提高。所以总体来看，海军的建设确实是取得了非常长足的这种进步那么这种进步，我觉得是和国家的这个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需要是一致的，和我们综合国力的发展是一致的海军是一个强国的标志。我想未来随着我们综合国力的不断的发展海军还会取得更大更新的一些成就。近年来，国产055型万吨级导弹驱逐舰接连下水服役，极大提升了海军编队的作战能力，甚至被外媒赞誉为亚洲最强驱逐舰。请教一下白先生，那您对此是怎么看的呢？那么055呢，我觉得应该算是之前人民海军队相关经验的一个集大成之作同时呢，也是人民海军根据自己的作战任务，根据我们说整个这个舰队的模块化的这种相关的构成所设计的一款，应该说是在中国海军来讲前所未有的战舰。那么它的无论是指挥能力，还是综合的对海、对陆、防空和反导，包括反潜能力，应该来讲都是对我们人民海军来讲是前所未有的。那么另外呢，它的这个综合作战能力，应该来讲，即便是跟全世界最先进的海军舰艇相比呢，也是不落下风，甚至在很多领域是有优势的。确实，全世界各个国家的海军专家都承认055现在绝对是全世界能够排到前3名的这个优秀的舰艇。日前，舷号为32的广西舰首次公开亮相，说明已经有2艘075型2栖攻击舰入列海军。请教一下张先生，这2艘舰将会如何发挥作用？中国呢，我们在近海的这些海上的矛盾问题，都是和岛屿相关的也就是说，
未来这样的可能发生的海上作战当中两栖作战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样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2艘这个075型两栖攻击舰的入役，它可以使我们的两栖作战能力大幅度的提高可以利用它自身携带的直升机把我们的这个两栖作战兵力以立体的方式越过敌方的滩头的阵地，抵达一定的纵深可以在以较小的这个人员伤亡的这种情况下在滩头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前进基地。这样的话能够为后续部队迅速的打开通道这个压缩战争的这种进程也使域外的国家难以快速反应，难以有这个介入的这种空间和时间。日前，美国蓄意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动作频频，不仅派出军舰再次过航台湾海峡，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还鼓吹要加大对台军售力度，提升台军所谓自我防卫能力。那么，美国在台海还有哪些后续动作？要如何防范？频繁向美缴纳保护费之后，台防部门又为何破天荒地对美售台武器清单说不？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日前表示，4月26号，美桑普森号导弹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兵力全程跟监警戒。美频频实施此类挑衅行径，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蓄意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坚决反对。战区部队随时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分析指出，近年来美舰过航台湾海峡越趋频繁，现在已经规律化，平均每月1次。美方还经常公开炒作，声称航行符合国际法，意在展现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只是美方军事挑衅的托词，试图助长台独势力对抗大陆的气焰。日前，美国五角大楼还公布了美军航行自由行动2021财政年度报告。美军所谓航行自由行动执行报告，自1992年起连续发布了29年。五角大楼为了所谓师出有名，单方面声称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海洋权利主张是过度的，必然对此加以挑战。然而，可笑的是，美国动辄拿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说事，却不肯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谓的航行自由，不过是寻衅滋事、横行霸道的借口。根据五角大楼公布的报告显示，美军于2020年10月至2021年9月间，累计在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所谓航行自由行动37次，其中与中国相关的最多，涉及中国大陆5次，台湾地区1次。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大校在记者会上敦促美方停止所谓航行自由行动，不要再发表此类不负责任的报告。航行不是横行霸道，自由不是肆意妄为，一切要以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为依据，以沿海国的主权、安全为边界，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我们敦促美方拿出一个负责任大国应有的担当，停止所谓航行自由行动，不要再发表此类不负责任的报告，切实尊重他国的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多做一些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此外，美国政府近来又在鼓动加大对台军售的力度。台湾中央社日前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会坚决确保台湾地区拥有自我防卫所需的一切工具。自2017年来，美国对台军售总额近200亿美元，美国国务院批准或促成的直接商业销售军售案总额也近25亿美元。还是想要钱，就是说管台湾当局要保护费台湾当局既然以武拒统，现在又只能去依靠美国，那美国就实在不断的去经常以这种所谓的提升它所谓不对称战力去加码台湾当局，让他去购买美国的武器，甚至于有的时候是由美国政府、美国的国防部门直接开出一个清单，让台湾当局去买单。
值得指出的是，以往美国开出的售台武器清单，不管老旧程度、性能如何，台当局都来者不拒，照单全收。而最近，台防务部门却罕见地说了不。台防务部门对外表示，计划对美国的军购提出4不，也就是不购买长城预警雷达，不继续购买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不购买美军退役军舰，以及不购买黑鹰直升机。不过，评论员秦真指出，虽然台当局现在钱已经花得很紧了，在压力之下，他可能还是要硬着头皮去买。台湾当局虽然现在也看出来这个兜里钱很紧张，也不想买一些不用的武器，但是他时不常的去加码，台湾当局有的时候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去买一些，所以他这样就是长久以往就是不断的去去压榨台湾，其实相当于是让台湾的地区人民去背负这个很庞大的去购买军火的这个费用。美国贼喊捉贼戏码再上演，罔顾事实炒作中国太空威胁，谋求太空霸权。美国如何加速太空军事化？6月12号，美国国防情报局发布一份2022年太空安全挑战报告，大肆炒作所谓中国太空威胁，鼓吹中国不但正在部署更具破坏力的武器，拥有的情报、监视和侦察卫星数量在不断增加。报告甚至还罔顾事实指出，截至今年1月，中国拥有超过250颗卫星，数量仅次于美国。解放军拥有并运营着全球大约1半的情报、监视和侦察系统，其中大多数可以监视、跟踪和瞄准全球范围内的美军和盟军，尤其是在整个印太地区。事实上，这又是五角大楼刻意渲染所谓中国威胁，为太空部队谋求更大军费蛋糕的伎俩。美国彭博社就指出，美国国防情报局发布的这份威胁总结报告，旨在推动美国国防部2023财年拟议国防预算中的重大投资项目，尤其是对太空部队和太空司令部的拨款。无独有偶，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太空发展委员会主席也紧随美国之后，以中国太空威胁为由，要求增设太空作战总队。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大校在例行记者会上作出严正回应。美日方面罔顾事实，捏造渲染所谓中国太空威胁，其目的是为自身扩充太空军备、谋求优势地位制造借口。中方坚决反对这一做法。谭克飞大校还指出，美国近年来以冷战思维持续推进太空军事化进程，公然将太空界定为作战疆域，组建太空司令部，成立太空军，大力研发部署定向能、反卫星通信系统等进攻性太空武器，频繁举行狮礼服、全球哨兵和太空旗等军事演习，导致太空武器化和太空军备竞赛风险上升，对全球战略稳定产生负面影响。那美国为什么要抹黑中国的这种就是对太空的探索呢？实际上，第一点就是中国和俄罗斯早就提出来，要防止太空的军事化，不要把这些卫星或者是航天的器材用于军事的目的。但是美国是非常消极的，或者是说是抵制的。实际上是它的太空军事化对世界其他多数国家造成威胁，而并非是中俄造成了威胁。事实上，美国才是拥有卫星数量最多的国家，密集发射包括军事侦察卫星在内的各类卫星。同时，美军方还参与大量商业航天投资，采购商业卫星服务，将其用于军事用途。美国捏造事实、睁眼说瞎话，对中国探索未知宇宙、发展航天技术、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积极贡献的行为炒作为所谓太空威胁。实际上，美国才是无时无刻不在利用太空卫星监视他国，近年来还愈演愈烈。统计显示，美国明面上拥有50多颗各类军事卫星，肩负着直接或间接的侦察任务。在这些卫星当中，索引光学侦察卫星和长曲棍球雷达侦察卫星被称为在空中傲视群雄的天眼。长曲棍球有着显著外观特征，拥有一双翼展达到50米的大翅膀。这双对称的帆板是太阳能电池板，可实现能量的自给自足。
在侦察方面，它携载有多功能合成孔径雷达，通过发射微波侦测目标，可以不受气候和环境影响进行电子拍照侦察。即使在晚上，它也能像猫头鹰一样具有夜视能力。据报道，长曲棍球有标准、宽扫、精扫3种工作模式，分辨率分别为1米、3米、0.3米，可实现对重点区域动目标的定期跟踪和动向监视。不仅能侦察到舰船和地面坦克的行踪、机动式弹道导弹的动向，还能发现通过伪装手段隐蔽的武器装备，甚至还能穿透干燥地表，发现藏于地下数米深的设施。而索眼则是光学成像侦察卫星。美国国家侦察局的官员曾这样形容：索眼启用时可以通过大门索眼看到屋内的一切。华盛顿邮报曾报道，2011年5月，本拉登被击毙前，美国就已经通过卫星发现他的位置，并监控进出其住所的人和车辆。借助卫星图片，美军情报人员注意到一名男子经常在一座院落散步，每天1到2个小时。后来证实，这个人就是本拉登，而执行侦察任务的就是索眼 KH-12卫星。可以说，美军已经将卫星侦察力量视为其战略武器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局部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美军这些卫星平时也没闲着，凭借侦察面积大、范围广、速度快、不受地理条件限制的特点，不间断地对他国进行侦察。除了这些以外，美军背地里还借所谓民用、商用项目为自己的军事活动提供服务。比如，美国近年来以提供互联网服务为由，着力打造的星链计划，就被认为将成为太空中军事功能最强的一套体系。目前，美国已经将2200颗星链卫星送入第一地球轨道，未来规模要达到数万颗。星链卫星可不只是民用，提高偏远地区的通信能力，而是带有很强的军用性。例如，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美国就迅速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星链卫星接收设备，帮助乌军提高战场通信能力。美国的商业光学卫星同样在为军事服务。不久前，谷歌地图就公开了卫星拍摄的大量俄军重要军事基地、科研机构的高精度照片，分辨率达0.5米。谷歌此前还言之凿凿，自己只是一家民营企业，所有服务仅用于商业目的。在这种情况下，你还信吗？这充分说明，美军在发展太空侦察、监视以及军事通信等能力方面已经无所不用其极，却倒打一耙拿中国说事，用心极为险恶。